有中國特色的畸形糟蹋。鍾祖康，中國大陸官民之浪費是舉世無雙的。郎咸平就写了一篇廣為傳頌的《中國的經濟是全世界最浪費的經濟》。但我認為，中國人的浪費不僅僅是一般文明世界所說的浪費，也是有其濃厚中國特色或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中國式的浪費往往與摧殘、蹂躪合二為一，所以是糟蹋。而且這種糟蹋也是世所罕見，所以要在前面加畸形二字，以資識別。從餿水榨取食用油，雖然約占中國80%人口的農民生活仍然困苦得無以復加，全國有2億人每天人均消費不足1美元，但中國人浪費起食物來也是毫不手軟的。調查顯示，普通餐館一桌飯菜一般至少會吃剩10%，一家餐館平均每天要倒掉50公斤剩飯菜。僅對陝西一個省的統計，一天就要浪費掉5000噸飯菜，全國1年下來，就這樣倒掉的飯菜高達600億元人民幣。浪費到此為止，已經是要千咒萬罵的了，但還是可以想象的。但利字當頭不理他人死活的中國人，竟然大舉從飯店收集這些餿水，這些餿水或在混合飯店中無數次反覆油炸到不能再用的廢棄油，然後把這些油乎乎餿水裡面的油壓榨出來當食用油賣錢，再把剩餘的殘渣湯水用來餵豬。這些餿水本來就是來自中國市場上典型的偽劣食品，加上在儲存、運輸過程中暴露在空氣中，微生物、細菌大量繁殖，動物性油脂氧化腐爛、腐敗變質產生的毒素，其實就是連豬也不應該吃的，現在卻物歸原主，回流到食客的胃裡。這種從餿水或泔水中榨取的油就叫做餿水油、泔水油，或者叫做地溝油，在中國大陸相當流行，防不勝防，避無可避。我把這些中國新面貌跟我的曾暢遊中國的挪威友人分享，他們都流露出極度震撼和痛苦的神情，看來是很想多知道一點，但又怕再知道多點真相都會承受不了。這些餿水油還有從地下廢水道採集而來的地溝油，由於比正當食用油便宜得多，也就每斤1元左右，很受餐館歡迎。其他一般需要大量油炸的食物，如即食麵，也很愛用這種賤價餿水油。西安市政府早前在全市範圍內開展清理非法從事加工、銷售廢棄食用油脂專項行動，從2006年4月起3個月內，就收繳了泔水油近16萬公斤。西安市商貿局並組織了全市45家餐飲業者參與西安市飯店餐飲業堅決抵制使用泔水油，確保市民健康用餐行動。但這跟黑龍江牡丹江搗毀泔水油黑窝點，每天上千噸假油運往全國的新聞比較起來，真是何足道哉。這種餿水油令人極度惡心尚在其次，最大的問題是一般含有大量黃曲霉素、苯并芘和類金屬砷等多種烈性毒素，在國外只會做生物柴油用，每年成千上萬噸的餿水油吃進胃裡，誘發了多少癌症、怪病，糟蹋了多少人的健康，浪費了多少醫療資源，又多製造了幾多億個東亞病夫。活牛活豬注水驚天地泣鬼神，在中國注水肉才是家常便飯，注水牛肉、豬肉、雞肉、羊肉最普遍，而注水狗肉、驢肉、兔肉、蛇肉等等也時有所聞。中共雖然對台獨、疆獨等民權運動控制到幾乎滴水不漏，但面對注水肉等無數食品禍患，卻是出奇的無能。南方都市報日前就報道，東莞注水牛肉日流深圳60噸，全國加起來有多嚴重，可想而知。但中國大陸的注水牛肉、豬肉，甚至是注水羊肉和狗肉的制作方法，跟全世界的注水肉都是不同的。全世界的注水肉都只會在動物屠宰後才注水，但在中國，注水分成2個步驟，屠宰後固然要注，屠宰前也要注，而且以屠宰前注入的水分更大。在中國，這叫活牛注水或活豬注水。注水工把水管強行從牛嘴巴或鼻子插進胃裡，有時為了灌進更多的水，
注水工會把鋒利的鋼管插入牛的胃裡放氣，騰出注水的空間。牛只經注水後，體重通常增加1/3，也就是300公斤变成400公斤了。這樣的注水牛宰殺後，就會有大量的水殘留體內。至於活豬注水，方法是在屠宰前用鐵鈎掛穿活豬的下巴，迫使豬頭昂起，乖乖讓插進來的水管任意注水。有些中國人揚言來世做豬都不做中國人，若他們指的是中國豬，大抵只是因為還不知道中國豬死前隨時要灌水這樣的事。中國中央電視台於2003年底在著名節目《生活》中播出了活牛注水的整個過程後，相信讓好多觀眾一段好長時間也不敢再碰牛肉，也讓我想到曾被日军灌水的中国人，其實並不是那麼值得同情。只要有機會對付弱者如豬如牛，中國人是絕不會比日軍失色的。到2004年中，央視在与生活中播出四川瀘縣給生豬注水成專門職業。的確，在中國，給豬牛在屠宰前注水已經成為一個專業。就如山東省聊城市任平縣紅官屯鄉一家屠宰場的老板，在生活節目裡受訪時居然說，他們精於活牛注水，屠宰場都是根據市场行情和客戶的要求，以提供不同含水量的牛肉。我們做生意的要講究信譽，你要什麼質量就給你什麼質量的，5%、10%的、15%的、20%的水都是自己掌握。這個一頭牛出多少肉，咱們心裡不是都有個數嗎？這樣滅絕人性的話，這個年代除了中國人，還有什麼人能講得出來？公然騙錢的伎倆，還大言不慚地說什麼講究信譽，中國人真的爛到不能再爛了。雖然當局也似乎在努力，企圖以設立定點屠宰場用於解決私營屠宰場制造注水肉的問題，但定點屠宰場的管理也如中國的所有管理那樣千瘡百孔。定點屠宰場加工死母豬，定點屠宰不定點主管部門装啞巴，定點屠宰有待改進，定點屠宰有待規範，定點屠宰令呈一紙空文等等新聞排山倒海而來。而且國內的肉品稽查人員還流行收取注水許可費。總之，當任何的监督措施都變成敛財揩油機會之時，一切所謂變法、改革、治理、整頓等等都是徒然。中國目前每年約屠宰6億頭生豬，1億3千萬頭牛，即使當中只有1成在屠宰前灌水，要給300公斤的牛或100公斤的豬注水增加1/3體重，再加上在灌水過程中動物掙扎而浪費掉的，還有在屠宰後用針筒之類工具大量注入肉塊的水分，一年下來所浪費的水可以灌溉多少公頃乾裂的農田，可以填滿多少斷流的河流。虽說這些用於給活牛和活豬灌水用的水部分並非來自自來水，而只是不易飲用的受污染井水或河水，但在中國許多地方，由於地下水乾涸，就連這些受污染的井水或河水也是沒有的。中國大陸民眾的人均水資源只有全球人均水資源的1/4，一些地方甚至每4天才供應自來水1次。也越來越多人發出中國將亡於缺水的言論，卻有無數中國人以數以千萬立方米的水資源用於活牛活豬灌水以斂財，害了人類，也給動物帶來了極大的痛苦。所以即使中國最終或會滅亡於缺水，倒也不算什麼壞事，因為這到底是自取其禍而已。最壞的是中國人的自作孽禍連別國，比如中國的污染物飄到台灣或日本，或如最近報道指，中國為了緩和對水源的渴求，而有意在雅魯藏布江建水壩，讓這條從西藏流向印度的河流改道流向中國境內，置印度國民死活於不顧。沒想到中國人對天然資源、對人類、對動物完全不可理喻的摧殘，就非常懷疑他們有沒有資格繼續擴張，或收回由其他文明國家代管的領土。賣血、活摘器官、人造孤兒。雖然中國大陸奉行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共產主義50多年了，卻培養不出會自願捐血和捐贈器官的國民。結果，血是要買賣的，
而器官不是從死人身上摘取的，而是從活人身上活摘下來。也就是說，明明可以废物利用不做，卻偏要把一個健康的活人好端端地弄至半死或死亡，而去救另一些較有錢的活死人。這也是適者生存演化論在中國惡土上的怪胎。中國有數百萬人以賣血為生，他們大多是來自農村赤貧的一無所有的人，而鋪天蓋地的賣血活動也令艾滋病在中國瀕臨失控。跟賣血活摘人體器官的顛倒謬行一樣，外國人到中國收養的嬰兒也未必是真正的嬰兒，而隨時是人口贩子拐帶或收買回來，或是中國赤貧婦女為改善生計，從而為嗨市嬰兒販賣市場刻意繁殖的人造孤兒。但中國當局對於這些人造孤兒的勾當一直不想張揚，因為外國人領養中國孤兒已經是一門大生意。据法新社日前報道，單單在2004年一年，僅從官方傳媒報道中就已經有3500名嬰兒從人口贩子手中救回。儘管在我看來，這樣的拯救對這些原本有機會落入洋人懷裡的嬰兒來說，是一輩子也無法彌補的不幸。最為糟蹋生命的是，中國的人造孤兒市場除了刺激了嬰兒拐賣活動，更催生了以繁殖並售賣亲生骨肉做孤兒的行業。时代雜誌就曾報道雲南婦女靠不斷販賣親生骨肉來糊口的慘況，當中一名已經賣了2個親生骨肉的23歲婦女說了一番必須載入中華5000年文明的或新中國萬歲的話。以前我們靠養豬賺錢，但要1年才養大1頭豬，而且飼料又貴，生個孩子9個月就行，而且不花錢。年前當局就揭發河南一農民為快速致富7年賣掉5個兒女，獲利3萬。但報道指，在理論界，關於自生自賣算不算拐賣犯罪，居然還頗有一些爭議，這客觀上增加了打擊的難度。以上數例就是我對中國式畸形糟蹋的一點觀察，原載於2007年1月《開放》雜誌。